说起越野车呢，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奔驰的 G 级。它作为硬派越野代表，在性能上一直有着杰出的表现。它凭借着粗犷的造型设计、极致奢华的内装，以及全球领先的科技化配备，一直广受消费者的喜爱。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奔驰的 G63 AMG。这辆奔驰 G 级 AMG G63 延续了多年来的方盒子设计，从 G 级诞生以来 W460 沿用至今。车身遍布着硬朗的线条和尖锐的棱角，体积硕大的前方向灯组没有任何花哨的点缀，从外观设计上直接体现了它粗犷的形象和豪华越野的设计风格。不管是侧面还是正面，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。 这款车在澳洲售价是23万左右，在国内的售价是231万左右。这辆车车长4.769米，宽1.855米，高1.938米。车头的细节经过重新设计，倒梯形的引擎盖，大灯下方装载了5排 LED 灯，转向灯在机盖上方。前脸有着霸气的进气格栅，搭配了一个镀铬的中网，这里还有一个精致的 AMG 家族标徽。 侧面采用 AMG 车型特有的轮拱饰条，外凸的轮拱造型，机盖侧面装有发动机散热网，同时搭配了 V8的 Bi-Turbo 标识和 AMG 徽章。车顶上的岛屿金属槽，沿着车顶周围一圈额外焊接。该车的两侧后视镜均采用双曲率镜片，并提供并线辅助功能，最大限度降低了并线或者过弯时发生刮蹭的几率。275的邓禄普轮胎。 这辆 G63 的后面配备了外挂式的备胎以及后备箱车门的设计。我们打开这个后车门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排的中间头枕位置比较高，对驾驶员的视野有一定影响。后门上的 G63 AMG 名牌也十分醒目。后备箱开口的最大宽度为101厘米，开口长度为116厘米。后备箱地台与内部车顶的垂直高度为117厘米。 后备箱进深为102厘米，与市售的中大型 SUV 水平相当。这辆车的踏板采用白色照明的 AMG 门槛，车门内部采用红黑发泡材质和皮革拼接而成，包覆性非常好，体感上面呢也非常的柔软。车门内部两侧有座椅调节和3组座椅记忆功能，座椅的侧面也搭配侧翼和脚托。 副驾驶侧仪表台上的设计提供了较为宽大的扶手，遇到恶劣路况时能够帮助乘客控制身体姿态。标配新式的仪表盘和 Command APS NTG 4.5驾驶室管理和数据系统。车顶配有天窗。这辆车的内饰看起来并没有很强的科技感，但是功能上面可以说是非常全面。座椅通风、加热 ，ACC 自适应巡航防撞、变线辅助、超车盲区预警等等。 后风挡以及仪表盘内带有障碍物接近提示，驾驶员可借助虚拟图像显示来判断车辆与周围障碍物的距离。中间的后排空调出风口下方还设计有12伏电源接口，后排空调出风口下有2个杯架，而门板处并未设计有额外的储物槽。后排没有中央扶手，而是3个座椅的设计。 后排座椅有倒放以及翻折的功能，将后排座椅向前翻折时，需要让前排的座椅尽量前移，或者取下后排座椅的头枕。这辆 G63 搭载了一台 V8 5.5T 双涡轮发动机，搭配了7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，马力呢有536匹，峰值扭矩有759牛米，0到100的加速度为5.4秒，而极速呢是160公里每小时。我们来看一下车的内部，这个车门的声音啊是非常有机械感，它的踏板很高。我们坐进来。 它的车窗也是又大又直啊，非常的有棱角。这一片是窗子，座椅调节，这边是车锁，哈曼卡顿的音响，
这个储物槽非常的小，也非常窄，但是好在深度也是够的。但是如果你关上车门的话，会感觉它就在你的脚下，伸手进去很难受。这个车呢，从外面看起来非常的霸气，感觉也非常的大，感觉车内空间也应该非常大，对吧？但是其实我们坐进来，感觉其实还蛮挤的。作为一个小个子的女孩子在这里，我将能把腿伸直，座椅是非常舒服的，也很有弹性。但是头枕非常的高，它上下的高度还是足够的。如果一个高个子男孩子来开，虽然腿伸不开，但是脑袋还是放得下。它中控采用的是全按钮的设计，可能也是为了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下，驾驶员不需要分神去做触屏的操控。然后看一下中央扶手的储物格，我们打开，储物格也是设计的很深，但是非常小。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在你驾驶的时候去拿东西，也不是非常的方便。它这个挡把呢，也是传承了几十年的设计，非常的有质感。手刹在副驾驶的右边，也就是我们驾驶员的左边。这种手刹拉起来也不是很方便。中控这里呢，和同一代奔驰的其他车基本上没什么区别，多了3个差速锁，1、2、3对应着不同部位的差速锁控制。副驾驶这里有一个扶手，看起来也非常的复古啊。这里储物格，我们看一下，空间很小，跟我们上期拍的雷克萨斯相比大不了多少。车座下面呢还有一个储物格，这个储物格的空间还是蛮大的。前面座椅呢已经调到了我比较舒服的位置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的空间怎么样。后排空间感觉呢，作为一个小个子女孩子来讲，我还是坐得下的。但是男孩子就不一定了，一会儿我们让驾驶员来感受一下。后排门板上呢有一个烟灰缸，它确实是挺复古的。这里有一个座椅加热的按钮，它的车顶呢采用了一个分毛皮的材质。好了，我的驾驶位也调到了我比较舒服的位置。我身高175，我一般开车的座椅是比较靠前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2排坐起来什么感觉。那现在刚好有一拳，这里头顶还蛮多位置的。后排座椅的皮也非常的舒服，它的支撑性非常强，靠背非常的直，有可能坐久了会有点难受吧。这技术挺清楚的。嘿，这个门锁的声音还真好听。对，关门的声音也挺特别的。看来，哎，它这个天窗，哦，怎么了？这个沿儿看起来好像有窗户一样，结果发现没有玻璃。这个车的这个视野好，特别直，特别大，有一种观光车的感觉。我觉得我坐在后面像坐在板凳上。我们也都在板凳上好吗？不是你一个人都在板凳上。舒服吗？就是大不了都是皮板凳呗。你觉得这排气声像啥？这个八缸的声音还是挺好的。但是它2个排气管在车的侧面，声音很大。我晕车。那谁让你坐第2排的？也特别闪。这加速真的没得说，G63毕竟是 AMG， 真的 AMG， 没得说。发动机上签名是谁来着？给他寄封信去。干嘛？您这手艺真好。这大遮阳板是真的大。终于有一个能真的遮阳的板了，是吧？对，我别的车我个子小呀，那遮阳板那么小点儿，啥都遮不着。对。哎呦，这个车真的飘呀，太高了。它这个动力啊，它不是让你在公路上飙车的，它还是让你顺风用的。这个车加速真的是挺怕的。它虽然力量是有，但是它那种，毕竟车比较大比较重，推背感没有那种小型的跑车来的那么激进夸张。我觉得晃太厉害了，一个过弯你感觉人和车都翻过去了。悬挂也是硬的。刚才那台是确实是挺硬的。就是说有一点点颠
个车一坐进来的空间感觉就和上一辆 LC 形成了完全的鲜明的对比。那个车感觉很低很矮，然后前后感觉很长，这车是前后非常局促，但是上下非常的深，头上空间巨大，脚这些地方感觉很深，东西你都摸不到。就这个车下面深到什么程度？就是我东西掉下去我捡不到的，我手机要掉地上我捡不到的，然后放在门上的那个储物格里面东西我也拿不到的，我得这样去掏它。而且这车最搞笑的是中间没杯架，对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放不了东西的。你要想放，只能放这个扶手这一点点。这里有东西，但是没有杯架。没有杯架，但是有烟灰缸。硬汉不喝水，只抽烟。杯架的话，在这个储物格里就有2个了，但是就是你没有地方放其他东西了。就比如说我手机想放进去，我放哪里？你告诉我放在哪？这都是不平的。这就是非常，对吧 ？Classic、Old School、复古经典的这种。以前我们国内叫什么越野吉普车？那个吉普不是美国那个 JEEP 那个吉普，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把这个车型的车，那种方方正正的这种车，就叫做吉普车。那个时代那种越野吉普车就是空间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很局促。那浑身都难受。来，慢慢给观众老爷们解释一下怎么个难受法。它这个头枕这个位置，你调到最低的试一下吧。调最低我也够不着。不得劲。不得劲。啊，好一点的就是我喜欢这边这样版里面的化妆镜还挺好的，两边都有光。很巨大的区别吗？会啊，那你化妆的时候，就是哪个妹子会在这里化妆呀？你跟我讲。你从副驾驶的女性的立场来判断一下，什么感觉？这个车你从男性角度来说，就是喜欢它的人特别喜欢它，不喜欢它的人就是不喜欢它。其实这3个差速锁呀，我们其实也用不到在城市道路里面，它开就很繁琐。你在城市里买了一个这样的车，你在哪个高速上你能用得上差速锁？用不上。它唯一一点独特的就是它这个设计风格真的是独一无二，没有竞品，没有竞争对手。隔音现在感觉还可以，对，偶尔有点异响，但是也不知道哪儿发出来的。因为好像车主有加装一些功能性的东西。哎，这个车坐后面真的是，我感觉我被判了2个小时的有期徒刑。你以为我会好受很多吗？你还能调整这个座椅的这个角度，你还能调整角度，我连角度都调整不了，几乎是一个90度的状态。这车啊，各位男同志们，你开这车，你就会被你的副驾驶 diss， 你就会被你的后排 diss。不是，我在这里调座椅，哎 ，Michael， 我在这里调座椅，我也想把它放后面舒服一点。对，你可以。那我够不到把手了呀，那我就必须把它调直。所以其实我和你是一样的，就像我这种身材，我必须要调到90度左右才可以够到前面的扶手，要不然我觉得有点晃。那2排没扶手怎么办啊？那上边有把手啊，在这里。我的身高有1.9米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后备箱。哇，这个门好沉，我直接可以把它坐着进去。哇，好高，感觉还可以，就是地板有点硬，要是再软一点的话，完美的空间。可以把门关上了。那么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空间表现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把这个车的坐姿调成我可以承受的坐姿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后排。这基本上就是没有空间。后排的座椅很直，那么前排基本上是顶到腿的，半指空间都没有。头部空间还比较不错。我的天，没见过这种油耗的。我们开了2个半小时，37公里，在城市里面堵车，已经堵到28个油了。我的个老天！
我昨天看出来了31。硬汉不在乎油钱。所有来我们这体验过这辆车副驾驶的女性朋友都这啥？所有的男性朋友都为之疯狂。我天大 G！ 哇天哪！我的腰，我腰也不舒服。它这个后面支撑这里，我如果调很直的话，它就硌着我。对，会硌着腰。对，而且腰带这里硌着特别疼。这个车非常不适合作为你家庭的第一辆车去购置，一定你的家有一辆非常好用的车以后，这辆车才会是你是一个大 G 的死忠粉，你可以去购置这样一辆车，因为它真的不适合每天去跑。它是一个你想要享受这个车独特的魅力的时候，哎，你开出来溜一溜，走你！像这种纯加速我都没踩刹车的，也会难受吗？我要吐了。已经吐了吗？我浑身都疼。我现在已经要疯掉了。要不你俩换个位置？你还有多久开到目的地？要不你俩换个位置？哎呦！我看过大 G 的那个测试。坐这个车，我当一鞋我都要发了。这个车除了卡车以外，什么车都撞不过它。它真的前面很硬。它为了越野设计，它那个大梁是那种非承载式车身嘛。也就它跟卡车一样，底盘是底盘，壳子是壳子。所以这个车的驾驶方面来说，我个人感觉对于一个不熟悉这个车的人来说，这个车是非常不好上手的。这个弹跳太明显，你整个人就你们两个，我真他妈服气了。这个车真的好像不是很好上手。这个不太好上手，好像不是很好上手这个车。我也不太好上手，副驾驶也不太好上手。一方面呢，这个车一定要继承 G 级越野车的那种信仰和它的风格血统，但另一方面，对于我们快节奏城市生活以及拥堵的城市道路来说，开它又有点难受。它更适合的肯定是那些想要去驾驭自然，想要在极端路面上面去体验极端驾驶的一些驾驶员。这辆车吸引人的还是主要靠它粗犷硬派的设计风格，它也面向的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消费群体。这个群体所追求的呢，就是符合他们自身气质的外形、狂躁的动力、非常优秀的机械素质，还有富有功能性的内饰以及绝顶的安全性能。这就是 G 系列一直以来的传承。